Hello，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都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台湾最近呢，在2026年8月3号的时候呢，上市了一档全球型的股票 ETF，它叫做贝莱德世界股票 ETF，股票代号是009826。那有人会把它称作呢台版的 VT，但是你知道吗？光是公开的经理费以及保管费，这一档009826，它就是另外一档知名的全球股票 ETF，也就是原型的 VT 的8到10倍。所以问题来了，你每年多付的这笔费用究竟换到了什么？009826到底值不值得购买呢？这支影片我会完整的拆解009826，它有哪些优点，以及呢它可能存在的风险。我也会回答009826最容易被误会的3个问题。最后呢，我会在实际试算给你看。假设我们投入100万，长期持有20年，全球股票型的 ETF， 台版的009826，美版的 VT 以及欧版的 VWRA， 三者之间的费用差距最终会带来多大的影响？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好，那我们先看009826里面到底买了什么。009826它所追踪的指数是标普 TIP 世界股票指数。那这档 ETF 呢，它是在2026年8月3号的时候呢才挂牌上市的。然后这档 ETF 呢，它是在台湾注册，台湾证券交易所交易，然后呢使用新台币计价。目前呢，它的价格是10.2块每股。那我这边要提醒大家，不要看到一档 ETF 它一股只有10块钱，就认为它好像特别的便宜。ETF 呢，它不管是10块钱还是100块钱，跟它到底划不划算是完全不相干的事情。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投资范围，00986它同时投资了已开发国家市场以及新兴市场。涵盖呢接近40个国家11大产业，而且呢，它不管是大型股、中型股还有小型股都有涵盖其中。大型股的话呢，它平均市值是来到了4.8兆美元；小型股的话呢，则平均市值是来到了6亿美元。那整体目标的话呢，它是涵盖了全球大约90%的可投资自由流通市值。不过呢，全球型的股票 ETF 它不是将钱平均的撒在所有的企业当中，它主要的是采用自由流通市值加权的方式。简单来说，如果一家公司它的市值越大，能够在市场交易流通的股数越多，那它的权重呢，在这个 ETF 当中呢，它的占比就会越高。那美国企业它的自由流通市值最大，所以呢，虽然009826它叫做全球股票 ETF， 但是呢，它的美国企业的占比就高达了60%。那这边的话呢，有一个问题是我社团当中有人提出来的，他就在社团当中发问：阿拉伯石油公司，它不是世界排名前10大的公司吗？为什么在 VT 或者是009826里面，它的权重占比却非常的小呢？这边给大家3秒钟的时间进行回答，3、2、1。那答案当然就是阿拉伯石油公司呢，它有80%的公司股权呢是由阿拉伯政府所持有的，所以这家公司呢，它在世界上自由流通的股票数量啊，其实是非常的少的，所以它在009826的加权里面呢，就不会这么的多喽。好，那我们继续回来看。那这档 ETF 呢，00986它确实有做到全球分散，但是呢，它整个投资组合的核心呢，依旧是美国的股市。那在持股数量方面，这档 ETF 它所追踪的指数呢，目前持有的股数呢是来到了2269档的成分股，但是呢，00986呢，它实际持有的股数呢，却只有1500档左右。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采取的追踪指数的方法是被动式的最佳化法，并不是把指数里面所有的股票都照单全收的买一遍，它是挑选具有代表性的股票呢，然后呢将基金的那个表现呢尽可能贴近于指数的表现。所以这档 ETF 到底最终能不能完美复刻指数的表现呢，还是要持续的观察哦。那目前呢0099826它的基金规模呢，在我截图的当下呢是38.2亿新台币，然后它的配息方式的话呢是采取累积型的设计，也就是说呢它不会配发股息。那至于大家最关心的费用方面，以目前这档基金的规模来看，它主要的固定费用呢大概是每年会落在0.645%左右。那随着它的基金规模持续的增加呢，它的固定费用啊，像是经理费、保管费还有指数授权费呢，最低可以来到0.545%。那这0.545%并不是它所有的费用哦，因为它还没有加入它的一些交易的费用啊，是还没有包含其中的。所以看完这个图表呢，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一个结论：009826它投资范围确实非常的广，而且呢，它使用台股账户就可以直接去进行交易。但是它的费用啊，真的是一个硬伤哦，比那个全球股票型 ETF 最知名的一档 ETF VT 呢，它的费用0.06%还要高了将近10倍。那问题来了，0099826它费用这么高，为什么还是有人会买呢？那00986它费用这么高，当然不是因为它可以创造更高的预期报酬。00986这么高的费用，主要是为我们台湾投资人换来的
操作、税务以及继承流程上的便利性。那009826对台湾投资人来讲，第一个优点就是呢，它让我们台湾投资人能使用台股账户，用台币就可以直接去购买全球的股票 ETF， 我们不必再开海外的券商账户，也不必使用副委托，也不必换成美元，更不必进行跨国的汇款，在台股的交易时间呢，就能直接买进一篮子的全球股票。那对很多台湾的投资人来讲，这个优点其实是非常的实际，因为一个商品它的费用率就算再低好了，但是如果要开户、要换汇，甚至要汇款，搞到非常的麻烦的话呢，那其实它的费用再低，对一般人来讲，可能它吸引力就没有这么的充足。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大家，009826呢，它虽然是用台币交易，但是呢，不代表它就没有汇率的风险，它的底层依旧是购买全球的股票。而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会在后面的话呢，再跟大家详细的拆解。那第二个优点就是009826它采取的是不配息的设计。009826这档基金呢，它收到海外公司的股息之后呢，它不会将现金呢直接拨到我们的券商的账户当中，而是会留在基金的资产当中呢，继续的去滚动。你不会收到009826的现金的配息，所以呢，也不必每次收到零碎的股息的时候呢，就要进行股息的再投资。但同样，我要先跟大家埋一个伏笔。这档 ETF 虽然它不配息，但是不代表说呢，它可以省下所有的股息税哦。那第三个优点就是009826它的所得税的申报以及它的继承流程相对直觉。以一般台湾的税务居民、个人投资人为前提，009826是台湾公开募集上市交易的 ETF， 卖出的时候呢，要负担0.1%的证券交易税，但是呢，它目前的交易所得呢是不会计入台湾的基本所得额当中。相较之下，如果你是使用海外券商去持有全球的股票 ETF， 像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美版的 VT 或者是欧版的 VWRA， 那它这些 ETF 呢，它所收到的海外的股息，或是你交易这些 ETF 所产生的价差的获益，全部都要列入海外所得当中。另外，如果你是投资美版的 VT， 还有美国政府课征美国遗产税的可能性风险哦。美国遗产税基本上就是非美国人去持有美国的资产，像是 VT 这种 ETF， 那死亡的时候呢，美国境内资产如果超过6万美元，原则上就可能要缴交美国的遗产税。但是台版的009826它是台湾的基金，那跟欧版的爱尔兰注册的 ETF VWRA 两个都不是属于美国境内的资产，那就不用缴交美国的遗产税。那如果你还想要了解投资全球股票型的 ETF 要如何投资节税的话呢，你可以看我上面这期片，我有详细的跟大家分享哦。所以总结来说，009826它的费用确实不便宜，甚至到了一个很高的地步，但是你付出的钱其实就是买到了操作的便利性。至于这笔便利费到底值不值得呢？那我们先不用急着下定论，因为上述这些优点也带出了009826最容易被大家误会的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呢，用台币买009826，难道真的没有汇率风险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汇率风险依然是存在的。台币交易的009826，它只是计价跟报价币别，它的底层仍然是持有以美元、日元或是欧元等不同货币计价的证券。那新台币与外币的一个汇率的变动呢，依然会持续的反映在 ETF 的净值上面。简单来说，台币交易只是省掉了我们自己换汇的步骤，但是呢，它的汇率风险依然存在。那第二个问题就是009826呢，它是海外成分股，是不是代表说我们资产已经完全放在境外呢？那这个问题要从3个角度来进行探讨。第一个角度就是投资标的的地理分散，第二个角度就是券商以及账户所在地的分散，第3个角度则是银行以及资金提领管道的分散。那009826呢，它的底层确实是投资海外的证券，但是呢，投资人持有的是台湾法规下发行的基金受益凭证，并且记录在台湾的券商账户当中。也就是说你投资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落在台湾的金融体系里面，所以呢，你并没有因此获得海外账户哦。也就是说，未来如果真的发生了像是台海战争风险或者是外汇管制以及金融系统中断的时候呢，台湾券商以及资金管道的这一层风险依然存在你并无法跑掉。那如果真的担心这部分的系统性风险，使用海外券商或者是海外银行将你的部分的资金真的移到海外，这才是真正的去增加你的账户以及资金管理地理分散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哦。至于配置境外资产很重要吗？我们先来看看台湾的富豪都是怎么做的。KMPG 也就是全球3大会计事务所之一它跟玉山银行所发布的一个报告，2026年台湾高资产顾客财富管理与传承调研报告当中推估2025年台湾资产净值规模
来到1亿台币以上的人，总共有11.8万人。而这些高资产的顾客啊，大概有70%的人呢，已经布局了境外的资产。而且呢，根据这份报告的模型定义啊，境外资产指的是个人持有的境外金融性的资产。因此啊，像是009826这种台湾发行啊、台湾挂牌的 ETF 啊，虽然它拥有海外市场的曝险，但是呢，原则上呢，它是不属于大家所俗称的境外资产哦。那继续深挖这个报告，你可以看到，台湾富豪随着自己的资产规模越来越大，它配置在境外的资产比例也会随着提高。那资产1亿元到5亿元的高资产顾客当中呢，境外资产的平均比例啊，大概是配置了26%。然后呢，随着资产一路上升啊，来到了30亿元以上的超级富豪啊，他几乎将他的总资产的一半啊，全部都配置在了境外资产上面。看到这些富豪呢，这样配置他们的境外资产，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进一步分散单一国家的金融体系的风险，那海外券商其实就是一个可以参考的选择。像我自己就是将我90%以上的资产呢，全部放在海外券商当中，那我是放在 IB 盈透证券里面。所以回到这个问题，009826呢，它虽然它的标的呢是投资海外，但是你的账户、券商以及资金管道依然是在台湾的金融体系当中哦。好，那第3题，009826它不配息，代表它的股息完全没有课税吗？这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们这边要从3层税务架构来进行一个分析。首先第一层，也就是证券所在国，海外公司支付股息给009826的时候呢，它的股票来源国可能已经依当地的规定呢进行了预扣税。像是美国公司配发股息给009826的时候呢，目前台湾跟美国是没有租税协定的，所以一般情况下是适用30%的美股预扣税。也就是说，009826拿到的美国股票的配息，在这一层已经扣过了。那第2层就是基金所在国。009826呢，它是台湾注册的证券投资信托基金。那海外股息经过来源国扣税之后呢，剩下的金额才会进入009826当中。那原则上是不会对基金再去加课一层一般盈利事业所得税，它主要是会等到实际分配的时候呢，才会由受益人依照所得性质来进行处理。那第3层就是投资人所在国。那假设009826有将他拿到的海外股息呢配发给台湾的投资人，那这个股息呢基本上就是属于海外所得的部分，那就不会计入我们台湾的一般综合所得，也不会课征2代健保的补充费。不过呢，海外所得是要并入基本所得额当中。那台湾每户的基本所得免税额有来到750万，所以就算这种海外成分股的 ETF， 它最后有进行海外股息的配息，那实际上我们真的要缴到这种基本所得税，其实也不是这么的容易。况且呢，009826它是采取不配息的设计，所以这一层的税收呢，基本上是不会发生的。所以回到这一题，009826虽然它没有配息，但不代表呢它的股息没有被课税，它的股息呢，其实在来源国配发股息的时候呢，就已经被课征结束喽。那么投资全球的股票 ETF， 它的长期绩效到底好不好呢？009826它是在2026年8月3号才上市的嘛，而且它的指数的发布日期呢，也只是在2026年的3月23号发布的，所以不论是009826的 ETF， 或者是它所追踪的指数呢，都没有足够长的实际运营的时间。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那种指数的历史绩效，主要都是指数公司呢依照它所发布的编制规则来往前去进行一个假设性的回溯试算。那根据标普公司的官方资料显示啊，截至2026年7月31号，这套指数它过去5年的美元净总回报呢，是来到了年化报酬率 10.5%。那全球的股票型的 ETF VT 呢，它截至2026年的6月底啊，它过去5年的年化报酬率大概是 10.89%。你可以发现到这2档 ETF 其实非常的接近。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去使用成立时间比较久，而且具备真实历史数据的 VT 来进行一个定期定额的试算。那假设我们从2008年的7月份开始，每个月固定投入1万美元，然后一路投资到了2026年的8月份，那所获得的股息呢，全部都再投入了 VT 这档 ETF 当中。那总共会投入217期，累积总投资成本是来到了218万美元。那最后呢，资产会成长到了681万美元，累积获利呢是来到了463万美元，总投资报酬率啊更是来到了212%。也就是说，过去18年啊，你持续的去投入，最终你的资产大约会是你的投资成本的3.1倍左右。以全球股票分散投资来看，这个绩效其实是蛮不错的。那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个绩效呢是过去的报酬，不代表未来一定会完全复制哦。那如果你投资这种全球股票型的 ETF 是为了规划退休，想要知道退休后呢，每年你可以领多少钱？遇到股灾的时候呢，退休金能不能稳定的提领，以及退休金能不能持
持续的增长看通膨。我另外有做过一部全球股债投资组合的完整试算，那我将影片放在资讯栏当中，你有兴趣可以前去观看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试算，同样初始投入100万元，然后呢，接下来会每月进行定期定额投资1万元，持有20年。那费用差距最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那要比较的当然是这3档全球股票型的 ETF。那00986它的经理费加保管费大概是落在0.5%到0.6%之间。那如果再去加上一些交易成本的话呢，我预估啊，它的费用率应该是会落在0.6%。那美版的 VTE 的话呢，它现在的费用率是0.06%。那欧版的 VWRA 的话呢，它的费用率则是落在0.14%。好，那我就将这些参数呢，直接放在我这个 Excel 表格当中来进行一个试算。假设呢，我们初始投入的金额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100万元，然后呢，市场报酬的话呢，就假设未来全球股票市场它的报酬大概是8%左右，然后呢，每月的话呢，就是定期定额去投资1万元，在月底的时候投入。那 VT 的话呢，它的费用率是0.06%，VWRA 是0.14%，那00982的话呢，则是0.6%。那最终20年之后呢 ，VT 它的一个总资产会比00982多出了将近78万。那 VWRA 的话呢，则是会比00982多出了将近66万。那我们用图表的方式来进行观看，你可以发现到 VT 跟 VWRA 它们两个是非常的接近的，但是00982就是因为它的费用实在是高出非常的多，所以最终呢，这档 ETF 呢，它的资产是明显的落后另外2档 ETF。那这个表格当中的参数呢，是可以进行调整的，像是这些深蓝色的字体，大家可以自己去设定它的参数，那它得出来的结果就会完全的不一样。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我会将这个表格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以及字体浏览当中，你可以不用填写任何资料就可以免费的下载了。那我这样回测不是要告诉大家VT 跟 VWRA 它的绩效一定会比00982好，我只是想要让大家更清楚的看到，每年费用差不到1%，短期看起来好像差不多，但是经过20年的长久的复利以及你持续的投入，你最终的资产可能就会差距非常的大，因为这笔费用呢是每年会持续的反映在基金的净值以及复利的结果当中。00982呢，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是使用台湾的券商就可以直接进行购买。但是如果你的资产比较大，重视费用，而且呢想要有爱尔兰基金的节税的架构，那欧版的 VWRA 就值得大家进一步的去研究。像是 Kevin 我自己呢，就是拿出真金白银的500万，帮我爸妈配置的一个退休金的投资组合。那我这个退休金的投资组合里面呢，就是重仓 VWRA。那如果你想要进行境外资产的配置，可以参考我的方式，我自己就是使用 IB 盈透证券来进行境外资产的配置。那目前我 IB 盈透证券账户内配置的资产已经超过了2000万台币。那如果你对这个券商有兴趣的话呢，我有开立 IB 盈透证券的中文交流区，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加入这个券商，看大家是如何去使用的哦。那至于 IB 盈透证券的完整开户教学，我有做一期影片放在上面这一边，就算你是一个完全的美股新手，也可以快速的上手哦。那如果你是一个热心的投资人，你可以将这影片分享给其他想要投资全球股票 ETF 的投资人，相信会对他们非常的有帮助。那我是不觉得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 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像是 Kevin 我自己呢给我妈，像是 Kevin 我自己呢给我爸妈，像是 Kevin 我就是像是我自己就拿500万给我爸妈配置，像是 Kevin